教您保存玉米新方法，放1年依旧鲜甜软嫩，不要再直接放冰箱了，甜味鲜味都流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眼看玉米快要过季了，多买一些放进冰箱里保存，这样就算到了下市的时候，依然可以享受美味的玉米。想必是大多数人都有的想法了，但是大多数人做法却不对。正确方法，我们先把玉米的老叶去掉，保存内里几层保护玉米即可。买玉米时，不太建议大家为求便利买那种已经剥皮的。根据经验，玉米呢一定要带皮的那种才更新鲜。去皮的一般都是叶子枯黄不能见人，才被迫去掉的。我们买来后，既要剥去皮层，但你也不能彻底剥干净，得保留1到2层玉米皮，这样呢才能包裹住玉米，起到保护的效果，以避免新鲜味和甜度被流失。接下来我们再把玉米的两头切掉，这样更整洁美观些。很多人喜欢留下玉米须，这其实不太推荐的，因为它是最容易藏污纳垢且不容易清洗，是最脏的部分。处理好后，将其放入大盆中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先来把玉米清洗一下，往里边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。下手把小苏打搅拌溶解，然后呢，我们找个重物压一压，把玉米浸泡一会儿。众所周知，玉米是软糯香甜的，所以呢，它也很容易受到虫害的影响。刚刚剥皮时，相信大家呢也看到了有许多的虫卵，因此不管您如何保存，清洗这个步骤一点都不能落下。小苏打呢有很好的去污除垢的作用，它可以将玉米中的虫子呢逼出来，同时也能够帮助玉米清洁得更彻底。我们将玉米浸泡约10分钟左右，然后呢再搓洗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再把玉米放在流动水下冲洗几次，将残余物冲净。在保存玉米时，有人会直接把鲜玉米放进冰箱冷冻，有人会煮熟后放进袋子里再放冰箱冷冻，其实都不对。鲜玉米直接放冰箱的话，很容易串味或者导致水分流失，而水煮熟过后保存，容易变老发干，再次加热后口感呢也不好。所以正确做法呢是将其放入蒸锅中，大火蒸10分钟，先把玉米蒸熟蒸透。蒸玉米能保留玉米大部分的营养，煮的时候有更多的营养流失。有没有发现煮过的玉米汤都是甜的，那都是玉米的营养和香味。煮着没有蒸的鲜嫩香甜，所以呢我更愿意蒸，我也建议大家蒸。这里一定要把玉米蒸熟蒸透，不要蒸半生不熟的，否则长期保存呢会出现阴性的情况。而且记得玉米是冷水上锅蒸，随着水温的升高，玉米由内到外呢会慢慢的熟透，并且水温升高的过程中，玉米的甜度软糯程度呢也会更好，吃起来呢自然更美味。蒸熟后我们关火取出，先把玉米放一边，将其彻底冷却。然后我们准备一张保鲜膜平铺在桌面，再把冷却后的玉米呢放上来，用保鲜膜把玉米紧紧包裹起来。玉米在保存时必须要隔绝空气，所以要用保鲜膜包裹起来。这样做不仅防止水分流失，也防止玉米沾染其他细菌和杂质。煎熬保存的玉米每一个都如此操作，先把玉米蒸熟，这样做呢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住玉米的甜味，而且呢营养也不会流失。再用保鲜膜密封起来，起到隔离作用。最后放入冰箱冷冻室保存。这个方法保存玉米可以保存1年之久，但是一定要记得要冷冻低温保存，不能放在冷藏或者是常温下，否则玉米很快的就会发酵变酸，最后没变哦。每当我们想吃玉米时，取出来无需化冻，就像鲜玉米一样，直接入锅蒸就行了，蒸出来口感和鲜玉米一模一样。用这种方法保存玉米，
放1年都不会坏，而且取出来口感依旧，玉米香也会更浓郁。过季也能够吃到鲜玉米，既能当早餐又能当零食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为什么说玉米不可以直接放入冰箱呢？因为玉米的淀粉含量呢很高，如果直接冷冻，玉米呢就会流失水分，口感变硬，自然就老了。先用水蒸一下，让玉米吸收一些水分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裹后冷冻，就能够锁住玉米的水分，口感呢也不会老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方法2，先把玉米一粒粒的剥下来。保存玉米的时候选择哪种方法，主要取决于玉米的用途。如果您是要做菜或者是甜点的，那么像这样剥成玉米粒保存呢更合适。接下来我们把玉米粒呢也清洗一下，加入清水下手淘洗，把玉米须淘洗掉，再控水捞出，放在烧鸡上，晾干玉米粒的水分。赶时间的朋友也可以用厨房纸巾呢来把玉米粒的水分擦干，但就是千万不要有生水就行。擦干后呢，我们把玉米呢倒入大碗中，这会儿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再下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粒玉米都被食用油包裹起来。裹上食用油的目的和玉米液呢是同一个道理，让食用油在玉米的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保留住玉米的甜味和鲜味。跟着我们再准备一个自封袋，把玉米粒装起来。如果您保存的数量多，建议按照1顿1袋的量将其分袋保存。再把开口密封起来，接下来直接放入冷冻室就好啦。这个方法比较适合用来做菜的时候，太方便了。比如做玉米炒饭时、小炒玉米时，所需要的玉米用量呢比较少，取出来直接就能用。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取玉米就非常的方便。可能会有朋友说，这个方法保存玉米不新鲜，其实这个想法往往是错误的哦。一般超市里的反季节的玉米都是这样保存的，而且我们自己家的冰箱干净卫生，保存效果一点也不比超市大冷仓库里面保存的东西要差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能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言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